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同在。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更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们所对应的经文在士师记的第4章，今天呢分享第1节到第10节。那么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下经文都是怎样说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士师记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叫做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把拿比诺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万拿弗他利和希伯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巴拉就招聚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我们知道士师记是圣经中读起来非常叫人难受的一卷书，因为在士师记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败坏，然后呢被人欺负欺压，最后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就拯救他们。有人说士师记就是不断的循环，就是以色列人呼求拯救败坏，呼求拯救败坏。但是呢我们士师记从头看到尾，我们就发现其实以色列人的处境是越来越糟糕的。也就是说它好像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这么一种趋势，就是每一个循环它都往下掉一层。所以这是一个让人读起来很难受的一卷书。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一段，就是士师记中唯一所记载的一位女士师的故事。首先第4章一开始提到以户死后，以户是以色列人中的第2位士师，但是第2位士师又过渡到第3位士师珊迦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珊迦是一位以色列南方的士师。而珊迦做士师的时候呢，以色列应该说没有整个国家区域性的太平，而是相对而言南方还好，但是北方就很糟糕了。它就不像以色列的第1位士师厄陀涅和第2位士师以户。那么厄陀涅跟以户做士师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中是有太平的，就是不管南方的战事还是北方的战事都是可以搞定的。而珊迦在做士师的时候呢，他只能顾到南方，而北方就比较糟糕。所以这里边提到从以户死后，那么以色列人又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就是他开始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当以色列人败坏，神就会兴起外邦人来鞭打或者是来教训以色列人。所以这里边提到的就是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那么耶宾的地盘呢，是整个的以色列北方。那么
耶宾和他的将军西西拉并不住在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他们整个国家的疆域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里边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第3节中提到的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这是我们要重点解读的地方。首先，士师记这个年代，如果从今天来计算的话，距离今天有3000多年了。那么3000多年前，根据史学家的记载，当时还是处于青铜器晚期，所以当时的战争并不是仅仅是冷兵器时代的问题，他们主要使用的武器还是以青铜器为主。但是这里边记载了耶宾王竟然有铁车900辆。铁车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一种用铁来加固的战车。当时来讲，战车一般呢就是有2个轮子，然后有2匹马拉着，车上呢一般呢载2到3个人，有一个驾驶员，有一个弓箭手，或者是一个驾驶员一个长矛手。那么大型的铁车呢，是一个驾驶员配一个弓箭手加一个长矛手。那么为什么铁车在这里边就可以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呢？我们前面说了，当时的时代属于青铜器晚期，那么青铜器不管从它的硬度和它的柔韧性来讲，都远远不及铁器，所以铁器在战场上一定是比其他的金属都要好用的。所以当时的铁是相对来讲比较稀有的东西，有人说当时的铁要比金子还要贵10倍。那么根据历史记载，整个迦南地区的赫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掌握冶炼技术，也就是说最早掌握铁的冶炼技术的民族，这是被今天的考古学家所证明的。所以迦南人成为人类最早可以使用铁器的一个民族，也就是说当时只有耶宾王才有铁车900辆，而其他的民族是没有的。埃及法老王的战车还是木质的战车，那么以色列人就更不用提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只是步兵，那么一边是步兵，一边是铁车，他们当然没有办法战胜铁车了。我们看到士师记前面约书亚记曾经记载过耶宾王的铁车。当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在山地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是经过山地进入平原地区的时候，基本上以色列人的战事是处于一个下风的，因为整个平原地区的迦南人都已经开始使用铁制的武器了，而以色列人仍然是使用步兵，那么步兵对于战车基本上是没有胜算的。而根据史料的记载，亚洲地区开始使用铁器，至少比迦南地区，也就是当时的中东地区要晚600到800年。所以当时来说，这个耶宾王相当于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可以把铁车比作今天的坦克，那么也就是说耶宾王有坦克，而以色列人仍然是步兵。那么耶宾王就靠着他强大的军事实力欺压以色列人整整20年。那么以色列人受欺负了，他们才想起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神，这个时候我们要呼求耶和华，所以呢他就呼求耶和华。那么神是有怜悯的神，那既然以色列人呼求，那就拯救吧。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一位女先知。为什么要兴起女先知呢？我们看后文就知道了。
那么底波拉呢，首先是在当地很有名望的一个人。由于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统一的领袖，那么都是各个区域自治，所以很多的事情由于没有领袖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去断案，所以各个地方的以色列人都听说底波拉这个人非常能够判断，可以做我们的审判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底波拉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中间的最高法院的院长，而且就他一个人可以判案。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了，神就兴起他。神兴起他做什么呢？神让底波拉去把巴拉找来。那么在和合本中这一段的语境给人感觉是底波拉把巴拉找过来，告诉巴拉你要带10000人去跟耶宾王的军队去战斗。然而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和合本翻译是有问题的。其实如果按照原文的语境翻译的话，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底波拉把巴拉找来的时候，底波拉对巴拉说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经吩咐过你，叫你率领10000人去跟耶宾王的军队作战。也就是说，神不是已经告诉你这样做了吗？你为什么不去呢？这是一个反问句。所以这里边的语境就是告诉我们，其实神曾经呼召过巴拉，让巴拉去战斗。所以按理说巴拉应该是以色列人中的第4位士师。但结果是怎样的呢？巴拉不去，也就是说神呼召他，但是他不愿意去。这一点就看出当时以色列人的战斗力或者他们战斗的意志已经衰落到了极点。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题目，更无一人是男儿，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中间真的没有男人可用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从正面的角度来看，那么是神也可以使用女性，使用女人。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神用女人做审判官，做先知，这个是 OK 的。但是在军事领域上，毕竟女人不太适合领兵打仗。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整个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男人可用。那么这样呢，神也是有办法的，神就兴起女人。神兴起了底波拉，他来告诉巴拉说，耶和华不是要你这样做吗？你为什么不去呢？而巴拉的回答简直是更可笑。他说，你跟我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去。然而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中间最骁勇善战的男人所说出来的话。一个男人要求一个女人陪他自己去上战场，他去他就去，这个女人不去他也不去。所以面对胆怯的巴拉，那么底波拉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去帮助巴拉。然而我们看到的是，真正领兵打仗去呼召人的时候是谁呢？还是巴拉。但是呢，底波拉的这个时候就好像是一颗定心丸，一颗定海神针一样，那么底波拉去了，巴拉就有了底气了。所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今天如果一个家庭丈夫是软弱的话，那么做妻子的应该怎样去帮助丈夫？你是给他打击呢，还是你在背后能够去帮助他，能够去鼓励他？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巴拉来说，他领军打仗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勇气，都是有的。但是呢，他却在面对耶宾王铁车的时候，他没有信心，没有底气。那么这个时候，作为领袖的底波拉，在这个时候就是帮助巴拉，能够让他有信心，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然而底波拉也告诉巴拉，这样做没问题，但是这样做
你是没有荣耀的，荣耀呢反而要归到一个妇人的手里。但是巴拉又怎样做的呢？巴拉觉得没所谓，这就能看出巴拉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最后苦也吃了，事情也做了，但是没能得着荣耀。那么我们通过上下文，我们看到整个在底波拉做士师的这个年代中，有2个女人最终是得到荣耀的，一个就是底波拉，一个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女人。那么关于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我们呢下一期接着跟大家分享。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同在，我们下期见。